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好，这个 Verbal 里面的三种题型的第二种叫做什么？叫做所谓的批判式逻辑，叫 Critical Reasoning。好，这个呢，在外面呢，我们中文世界里面大家简称为逻辑题。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逻辑题的 profile。好，首先第一个，它在整个41题的这个 Verbal set 里面呢，大概占11题左右的比例 ，OK， 但是注意哦，这个比例其实并不是固定的，会随着今天这个 CAT 的机制，好，就是适性测验的机制，好，来给你不同的题目，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真的考试的时候一定只有11题，好，同样的跟 SC 一样，就是说这个题目其实怎么样呢？不是固定说一次给你11题这样考完，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就是穿插在其他题目里面考你 ，OK， 整个考试里面 Verbal 的三种题型是打散的，只有阅读同一篇阅读里面几题会在同一篇阅读里面出现，好一个题组，其他的都是打散的 ，OK， 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先知道的是，好，我们做所有题目之前，我们在做所有的基础的时候，我们都要先知道出题者设计这个题目的目的。好 ，Dustin 认为呢，今天这个 CR 要测验的目的是什么？是三个，第一个是测验你能不能今天在好这个所谓的一个人的论点里面，一个人的历史讲的立场跟理由里面，找到了这个人今天想要跟你讨论的主题 ，OK， 而不会让之后的讨论失焦。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就是锁定讨论战场的能力 ，OK。第二个就是今天讲话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无关于讨论的什么，无关于讨论的资讯出现。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今天已经确定了主题了，但是还是会有人提出无用的意见，还是会有人提出不相关的资讯。这个时候我们要有能力把它迅速的排除，所以就叫什么？排除无关的杂讯。好。第三个就是今天会有一些人提出所谓的诡辩，好，不管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些就是脑筋动得比较快的人 ，OK， 好，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决策者，你要负责去把这些诡辩辨认出来，然后呢，回到什么真正的逻辑决策上面。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三种能力。第一个，好，让讨论主题聚焦的能力；第二个，怎么样呢？好，驳斥杂讯的能力；第三个，驳斥诡辩的能力。OK， 好，来。那么接下来呢，这边是所谓的好，Dustin会建议大家在做 CR 题的时候，好，所限制的时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建议是80到100秒处理一题。好，当然你也可以更快，只是如果低于60秒的话，Dustin怕你不够谨慎。OK， 好，那大概80到100秒左右的话是差不多的。好，那如果超过100秒的话，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时间的问题了。OK 哈，好，来，那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 critical reasoning， 这个题型长得怎么样？好，来 critical reasoning 长得像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它在考试的荧幕中出现的时候呢，其实上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就是直接打出来是直接是一整个荧幕，好，横的这样站 ，OK 好，当然不可能像现在站的那么满了，好，考试的荧幕很大，字也比较小，所以考试呢大概就占了这个1/3的部分这样子，好，然后呢里面没有划线部分，好，如果有划线部分呢，当然就是 sentence correction 了，好，它也没有是分占荧幕的两边，如果分占荧幕两边，左边是一篇长文章，右边是题目，那当然就是什么？就是 RC， 就是 reading comprehension 的题目了，好，所以没有划线部分，也没有分占两边，它就是所谓的什么逻辑题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逻辑题的基本架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有3个部分，第一个是所谓的文章，好，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之为题干 ，OK。第二个是所谓的问题 ，OK。好，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所谓的5个选项，而这种题目是单选题，你要从5个选项里面选一个符合什么？符合题目要求跟文章对应的选项。好，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做逻辑题的时候，我们的基本的解题流程是这样子的。好，你可以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叫做什么？叫做先读这个题干啊，先读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先读这个文章，再回来看到这个问题。那到时你会选择先读题干，好，先读这个就是所谓的问题，再回来读题干。OK， 好，来，这个时候呢，在考试的时候，我的做法是我先看一下这一题，它我的要求是什么？好，什么意思呢？像你看这一题，它跟我讲说，下列何者哪一个选项如果为真的话，则可以支持一个想法，什么样的想法？说政府怎么样呢？政府的好计划可以减少塞车。好，那我就知道，等一下我们要支持政府减少塞车的计划可以达成，可以真的减少塞车。OK， 好，那回去文章看就知道说，这篇文章里面主要在讲述的是什么？讲述的是一个塞车的计划跟相关的讨论。好，文章里面讲的是说，今天
好，政府怎么样呢？打算要为汽油加税，然后呢，来让人们不要去开车。就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就是反向的，就是逼人们不要去开车。OK， 用价格的方式来逼人们不要去开车，然后呢，进而减少塞车。OK， 好，那下一步说什么？说今天好，攻击的人。反对的人认为说，很多人其实他们都住在什么？住在只有车到得了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改变他们的开车习惯 ，OK， 改变他们就是需要用车的这个习惯 ，OK， 就算你涨油价，他们还是只有车可以用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文章资讯里面，好，我们要怎么样呢？抱持着题目所给的这个立场，好，然后呢去回应文章的资讯。换句话说，刚刚文章里面跟你讲说，政府要加汽油税来防止塞车问题，而今天有人认为说，人们都只能开车，所以当然怎么样呢？他们不会就是好减少开车，更不会减少塞车。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想一个额外的资讯，找一个额外资讯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好回应对方的驳斥，然后呢回来支持什么？回来支持就是政府的论点这样子。好，所以下面就有5个资讯，这时候我们就要动用我们的思考了。好，这时候就是考逻辑思考的时候了。好，像这一题，你在看完文章之后，加上这个问题之后，你就要聚焦在什么？聚焦在到底今天人们会不会减少开车？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怎么样呢？这一题里面 A 选项告诉你说，好，政府拿到的钱，收到的税收会拿去干嘛？会拿去盖好所谓的大众交通工具。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如果人们有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今天就可以不用开车了，对吧？好，所以 A 选项就是什么？可以回应到文章的题目，它就是所谓的正确答案。OK， 好，那今天这一题的 B、C、注意的4个选项，我们再来继续看哦。B 选项告诉你说，今天我们可以减少污染问题，可是问题是文章里面的讨论的东西是塞车问题，而不是污染问题，所以今天 B 选项叫什么？叫做跟文章讨论的主题没有关系，没有回应到。B 选项就是在测验你2个能力，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一个能不能找到文章里所聚焦资讯的能力，聚焦资讯叫什么？在讨论怎么样能不能解决什么这些塞车问题。那而今天你能不能够驳斥跟主题无关的杂讯 ？OK， 好，解决了污染问题，不一定解决了塞车问题。好，那 C 选项这个地方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其实有很多的社区怎么样呢？是真的只有车的。OK， 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它跟文章里的方向反而相反，因为怎么样？因为今天文章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解决塞车 ，C 选项反而是强化了文章里反对者的想法。OK， 好，那 D 选项这个地方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 ，OK， 今天很多人他们其实能够付得起这个增加的油钱，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就更不可能改变开车的习惯了，所以它的方向也是相反的。而E 选项跟你强调的是塞车真的很严重，可是问题是它没有去对应到底方案能不能解决塞车这个问题，所以E 选项也叫做主题无关。OK， 好，那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好，我们在看选项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一个逻辑思考的动作。好，这个动作是建立在你对文章里面的主题的了解，以及对你的方向、你的态度要抓清楚。当你今天确定的主题、确定了什么，你的态度要站哪一边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动用逻辑思考，然后呢去排除什么无关跟方向相反的选项。OK， 好，那但是很多同学会觉得说，今天到底这个题目真的有你像你讲那么简单吗？好，来，这个题目会有的这种逻辑题会有的特色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呢，它的这个题干，它不是应该说这个所谓的问题。它其实不只有一种。像这一题，它的方向是什么？是知识。好，就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一题的方向叫知识，但是你要知道的是，逻辑题里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子题型。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用下面的资讯来支持上面，而今天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还有这种题型，我们看到它的题干的问法是说，下列何者怎么样呢？何者可以去undermine 或者是 weaken 文章里的资讯 ，OK， 好，那注意哦，题干的写法蛮多样的有些时候写 undermine， 有些时候是 weaken， 有些时候是 refute， 有些时候的 criticize，OK， 好，所以你不能说今天只看到1、2个字就下决定，你要去看完整句话才能知道今天题干要我们抱持了什么样的立场。更何况有些时候文章有2种立场的时候，我们就要更看清楚到底是在支持谁反对谁 ，OK， 好，像这篇文章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它文章里面讲的是说今天做好事怎么样的活得久 ，OK， 好，他说我们观察到会做好事的人怎么样呢？好人都活得比较长。那我们认为说今天怎么样？
应该是因为做好事会使得脑内释放安多酚，而安多酚可以让人们活得长久。OK， 好，那今天我们干嘛？今天我们要去反对文章的论述，所以我们就要从5个选项里面去选出一个资讯，是去告诉你说，做好事跟长寿这件事情其实上是没有关系的。OK， 不一定有关系的，这样子。好，来，换句话说，我们的站的方向就要变相反了。OK， 好像这一题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好，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一题的答案是。好，我们直接跳到答案的地方。好，do选项，为什么？因为do选项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叫什么？有可能是今天人们先健康了才会去做好事。所以文章里面它的走的方向，它告诉你的论点是因为人们做好事所以健康。但是如果你点出了有可能是人们先健康才会想要做好事，代表说什么意思？它的因果关系反而是相反的。所以你今天只做好事不一定能导致健康。OK， 好，来。那么再来呢？好，来我们看这个 assumption 题。好，刚刚我们前面这两题很明显，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边要么就是支持文章中的论据会成立，另外一边就是什么？去削弱文章，好，去说文章中的论据可能会不成立。而今天 assumption 是一种特别的题型。好，它的题型的特色就在于它的站的方向其实跟 support 题一样，是站在文章里面的资讯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这一边。但是呢，今天它的特色是什么？是 support 题的特色。好，是你今天要提出额外的资讯。那这个额外资讯如果不见的话，这个论点不会不成立。但是 assumption 它要求的是今天这个论点的成立的必要条件。好，如果这个条件怎么样呢？如果这个条件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论点一定会不成立。OK， 好，我们就拿一个比喻来讲好了。好，我们假设一碗牛肉面。好，你要怎么样能够被称作是一碗牛肉面？好，如果今天一碗牛肉面里面有葱花跟没有葱花，好，加了葱花之后，一碗牛肉面会变得更香。好，更像是一碗真正的牛肉面，但是没有葱花，我们也不会说它今天就不是牛肉面，对不对？所以葱花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support。OK， 好，就是有了它更好，但是没有它，但也不会怎么样。OK， 好，那今天一碗牛肉面如果没有面或没有牛肉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它称作是一碗牛肉面呢？不行嘛，就只能可能是牛肉汤面或牛肉汤嘛，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牛肉或者是面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assumption。OK， 好，就是今天你一定要有它，这是所谓的必要条件，不然的话，今天论点一定不会成立。OK， 好，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这样讲好像很难以理解，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怎么样呢？比如说今天，好，我们说今天我食物买好了，然后呢人也就好了，所以我们明天怎么样呢？可以去阳明山野餐。OK， 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今天有人说阳明山天气很好耶 ，OK， 明天天气会很好诶，请问你这个东西是 assumption 还是什么加强？它是所谓的加强，为什么？因为就算天气不好，人们还是可以上山野餐，对不对？但如果有人说什么？有人说，就不要阳明山明天封山 ，OK， 明天因为崩塌而封山。好，我们又在唱衰阳明山了。好，就不要阳明山怎么样呢？好，明天因为崩塌而封山。请问你，如果阳明山封山的话，我们是不是肯定不能去野餐了？所以阳明山不要崩塌封山就是什么？刚刚这个论点的 assumption。OK， 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就是说方向一样的时候 ，support 是站在让文章成立的方向，但是呢不成立也没有关系。好 ，assumption 则是什么？则是今天必要条件。所以你看，像这个题目，它跟你讲说，好，怎么样？今天维他命跟矿物质可以帮助人们的肺功能，好，但抽烟的人都烂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让抽烟的人的肺好起来，就要叫他们去吃维他命跟矿物质。好，那么这一题呢，大家可以先做做看，好，可以先按暂停，好，然后呢，来按完暂停之后，好，来我们来看哦。来，按完暂停之后，注意哦，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一题的答案是所谓的一选项。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一选项告诉你说，今天抽烟的人这个抽烟这个动作怎么样呢？不会去阻碍什么？不会去产生化学物质来阻碍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的吸收。好，换句话说怎么样呢？如果阻碍的话，好，就是这个条件如果不存在的话，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 not 去掉。假设抽烟会阻碍
好会阻碍矿物质、维生素的吸收的话，这种时候抽烟的人不管吃再多的什么矿物质跟维生素都没有办法让身体吸收，更不可能加强肺功能了。有没有发现？假设题的特色就是什么？它的正确选项，我们当把它否定了之后，它一定会让结论不成立。OK 哈，这就是假设题的特色。你要知道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论点所要成立的必要条件。OK 哈，好，来再来呢，我们来看再下一个。好，刚刚前面讲了3种支持、削弱跟所谓的假设。好，那再来第4个叫 evaluate。OK， 好。evaluate 的特色就是什么？前面这3个都是文章里有结论，好，然后呢，我们要选边站，好，要去支持它，好，去讲它必要条件也是支持的一种，好，还是说要 weaken，好，还是要削弱它，啊，都有一个方向。而 evaluate 怎么样呢？它其实它的特色就是我们只管有没有关系，而我们不管方向性，我们不管说今天是支持还是削弱，但是我们要找到关键的资讯，我们只要找到相关性就好了。OK，evaluate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评价有什么资讯可以让我们评价文章里的论点是对的还是错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管是对或者错，只要能够让我判断对错就可以了。OK， 好，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文章里面跟你讲什么呢？说今天有一个城市它想要换灯。OK， 换掉交通号志灯。好，那原本现在用的是传统的灯泡，现在要换成 LED。那后面跟你讲说，今天传统的灯泡怎么样呢？好，跟 LED 比起来 ，LED 其实上好比较省能源。OK， 而且怎么样呢？花费也不会贵。换句话说，好，售价不贵，好，没有比较贵，而且还更省什么？更省电。OK， 好。再来就是什么，安装成本其实也 OK， 也不会太高 OK， 所以他还讲的是 LED 灯的各种都省钱，好，安装成本省，售价也省，用电也省。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问题问的是，我们今天换成 LED 灯，到底能不能够好让我们今天的成本降低 ？OK， 好，那这一题请大家可以先做做看 ，OK， 好。那做完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好，就是说。今天5个选项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有方向性的资讯，它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哪一个因素，我们要知道哪一个好 factor 可以让我们决定到底成本会不会比较高。好，这题的答案是 A 选项。为什么 ？A 选项告诉你说我们要研究的是到底今天 LED 灯能够撑多久。好，这因为文章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今天好 LED 灯很省钱，又便宜又省。可是万一今天 LED 灯撑的不久的话，那么就跟我们去5分铺捡便宜一样，对不对？就去什么去那种就是卖成衣的那种市场，买一件50块的衣服，然后就回家之后穿1天就烂了。好，就算省，但是怎么样呢？长期以来还是什么？累积起来还是不省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evaluate 的题型，它的特色在于，它今天的选项，它只要给出相关的资讯，让我们能够辨认结论的真假，就好，不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OK 哈，好，那以上的4种题型呢，我们称之为有结论的4人组 ，OK， 有结论的家族，好，什么意思？这4种题型的特色是在文章里面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比如说像今天这篇文章的结论叫做人们不会改善什么，不会改善交通习惯，那个通车习惯，更不会预防塞车。好，而我们今天回应上也会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叫做到底能不能解决塞车问题。好像这个地方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说今天一定是所谓的做好事产生的安多酚，帮助人们变得长寿。OK， 好像这边的结论就是什么？今天抽烟的人如果要增强肺功能，就要吃维他命跟矿物质。像这边的结论就是今天换 LED 灯可以怎么样？可以去帮助这个城市节省成本。OK， 好，这4大家族都是文章里有论述。好，它会有一大段是所谓的 premise， 我们叫 premise， 叫做什么？叫做论述前的理由跟论证。然后呢，最后推出来一个他的立场，而我们要去针对这个立场怎么样呢？去站稳方向，去对他做出什么批评，或者是支持批评，或者是支持，或者是什么找出必要条件跟所谓的评估。OK， 好，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其他，还有其实所谓的逻辑的题型很多样。好，那还有其他3种比较主要的题型。OK， 好，哪3种呢？第一种叫所谓的 draw conclusion， 什么意思？
文章里面其实上只会有资讯，不一定会有结论。OK， 它只会有资讯。好，但是你要从这个资讯里面推出一个结论来，推出一个想法来。OK， 好，来，像这个地方它还告诉你什么？它还告诉你说，今天好，记忆可以帮助怎么样呢？动物在什么？动物在做反应的时候，好。能够怎么样呢？反应的更好、更适当。OK， 记忆是去提取过去的经验，来帮助动物在反应事件的时候反应的更适当。好，但是其实这个反应并不需要去反应到，并不需要去回忆到任何的所有的细节，不需要把所有事件所有细节全部都完整回应出来。如果今天怎么样呢？我们要能够做得好的话，其实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只需要去提取部分的什么？部分的有相关的资讯就好了 ，OK， 好，所以这一题就是要你从这个地方的资讯怎么样呢？去把它归纳出一个结论，换句话说就是帮别人提取重点的工作 ，OK， 好，大家可以试着做做看，好，那做完之后呢，这一题答案是1，为什么？因为文章里面在跟你讲说怎么样呢？在跟你讲说动物今天去做这件事，如果有去提取回忆的动作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反应的好 ，OK 哈，好。那换句话说，他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反应的 more appropriately，OK，好。那其他4个选项都会是属于所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或者是过度推论的选项 ，OK，好。这个题目叫所谓的 draw conclusion， 好，来，也就是文章里没有结论，但是我们要从文章的资讯中去删去过度推论或没有提到的，而选出一个最合理的结论。OK， 好，你可以看到它的题型，注意哦，它的题型会写成这样，有可能会写成这样子，就是今天他说的是 support， 你以为它是加强，但注意哦，你看真正的加强题，它的特色是什么？它是下面去 support 上面的结论。OK， 好。但是今天如果这个 support 这个字写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好，上面去 support 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结论在下面，在选项的地方。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前面我们讲的 support 题，而是什么？而是从文章的资讯推出下面的结论。OK， 好，那么再来呢？好，刚刚讲的第一种。少见题型叫 draw conclusion， 其实也没有少见啦。好，只是相较于前面4个比较小众一点，但是这个在考试时也是蛮常出现的，叫 explain 题。好 ，explain 题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这种题目的特质就是文章里面会有一个矛盾，而我们今天要针对矛盾里面的那个意外事件来做出解释，去把这个意外事件跟什么跟常态的状况串联起来。什么意思呢？像你看这篇文章，这个地方它的题干问的是说，下列何者我们可以去解释文章里面为什么一间公司会去用2种方法里面的比较不赚钱的那个方法。OK， 那我们来看这篇文章讲了什么，说什么？今天某一间公司最近怎么样呢？开始在去清除森林，来开始做放牧。好，但尽管怎么样呢？尽管好，就是你去采橡胶可以赚更多，而且又不伤森林。OK， 好，你做放牧还伤森林。好，你做一个怎么样呢？做一个破坏生态又比较不赚钱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做？明明你就有一个更赚钱而且不会破坏生态的事情。OK， 好，来，所以你们发现文章里面其实它隐含的是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常态事实是明明有别的方法比你的方法更赚钱，副作用更小。然后呢？意外事实是什么？是他仍然去追求怎么样呢？仍然去追求比较不赚钱的那个方法。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去找到一个地方来帮这个公司来解释他为什么采用这个方法。OK， 好，这题大家可以先做做看。好，来，那最后我们发现选项选的是1选项，为什么？因为今天1选项它告诉你说什么？它告诉你说，好，这个。要做赚钱这个方法，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先准备大笔的资金。而文章里面跟你讲说，这间公司其实资金是少的，所以呢，他这间公司没有这个筹码去玩比较赚钱的方法。换句话说，他也想玩，但他没得玩这样的概念。OK， 好，来，而其他4个选项就会是什么？就会是相对无法去回应到这个矛盾的。好，我们要去解释他为什么去做还是去做不赚钱的方法。但是呢，你看像 A 选项。好 ，A 选项它仍然强调是什么？它仍然强调是那个赚钱的方法非常非常的赚钱。OK， 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它强调的是这个地方的森林有多么多么珍贵，但是问题是森林这个不是珍贵啦，应该说多么多么的营养。好，
然后，但是问题是，森林的土壤营不营养，到底跟你的方法赚不赚钱？你为什么要采用不赚钱的方法有任何的关系吗？没有关系。OK 哈，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再来你看，像比如说 B 选项，他在干嘛？他说今天他比较的是两种 cattle ranching， 可是问题是文章里面在比较的是什么？在比较的是采橡胶跟 cattle ranching。好。所以今天你在比较两种 cattle ranching， 其实根本不能回应到文章里面这个两个方法的比较。OK， 好，我们今天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今天你不做方法2而做方法1？但是问题是，今天 B 选项告诉你说方法1有2种实践方式，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好。OK， 好，这样完全没有回应到问题。好，然后呢，像 C 选项这个地方，好，还有 D 选项这个地方，都在告诉你说文章里的方法1是很烂的。为什么？你看方法1做完之后还要课税，所以更不赚钱。或者是方法1今天养的这些牛，好，让这些牲畜其实上会被什么？会被其他的山猫好所捕杀，所以呢，这个方法的效果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不赚钱的。所以 C 跟 D 都只有重述到不赚钱，但是并没有讲说为什么不赚钱，他们还要继续用。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逻辑的考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你只要怎么样呢？大部分的题目里面，你只要能够抓到文章所要强调的主题，比如说削弱谁，weaken谁。好，比如说是今天好是你要解释的是哪一个矛盾现象，你就可以好在读到文章、读到选项资讯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知道说大部分的选项其实是无法回应的，或者是方向反而是相反的。OK， 好，那这题来，这就是所谓的解释题，特色是文章里有矛盾，我们要去解释那个矛盾里面的意外事实。OK， 好，来，那再来这一种，这是最后一种，我今天要讲的什么逻辑题的。就是基本题型叫 boldface， 好，当然还有别种题型，像比如说是填充题啊，像比如说 must be true， 像比如说 solve the paradox， 好 paradox，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比较少出现，所以呢，我就是大家在做题目应该做到的时候，大家应该自然就可以理解他要问的是什么了。好 ，OK， 好，所以在这边因为影片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怎么样呢？好，我们先主要的强调是比较重点，大家会常遇到的题型。OK， 好，其他题型的占的那个比例大概不到5到10%啦，这样子。好，来。那 boldface 题的特色是什么？它今天会把一个文章里面的其中一句话 highlight 到2句话，好，大部分都是2句话啦，好，但这边这个题目是比较特别，是只有1句话，好，去把它怎么样呢？去把它加粗，然后问你说加粗的部分在整篇文章里面在逻辑上担任什么样的作用 ？OK， 好像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把这句话加粗，我们就要去用语义来判断说这句话在整个论点里面担任什么作用，你就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是别人去 brand 去靠北什么？靠北猎人，可是这个猎人本人去讲这个东西之后，他后面有个 yet clearly， 他后面举出了反对的论据。OK，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句话应该不是猎人的想法，而是猎人去回应反对他们的人。OK， 后面是猎人回应反对他们的人，所以这边应该是反对者的意见，应该是这个主要论点所反对的意见。OK 哦，好，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题的答案是1选项，就是今天主要论点所反对的什么？反对的意见。OK， 好。那今天你可以发现 boldface 题我们在检验的时候，我们主要会关注的什么东西？第一个是它跟文章里面的论点的关系。OK， 像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 Hunter 前面先讲了这句话之后，后面针对这句话做反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它不是跟论点同一边的。好，所以像 A 选项说这是文章的主结论就是错的。OK， 好，所以像 C 选项说这个文章的主结论是这个 the argument 是文章的主要的结论，好，主要的这个立场是支持的，是认为是正确的，他的态度也是错的。OK， 好像这个地方 in support 他的态度也是错的。OK， 好，来，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说，今天除了我们去看态度跟作者态度的关系之外，我们还会看什么？我们还会去看说今天这句话本身的语气是什么？是主观还是客观的 ？OK， 像你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这个地方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们去靠北 Hunter。OK， 换句话说，这个是人们的主观想法，这不是一个事实的证据。OK， 这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什么？比较像是 judgment。OK， 好，所以 boldface 题你可以发现它考的方法就是什么？它就是把文章里面的1到2句话好加粗，然后问你这1到2句话在文章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今天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就要以它在文章里面的态度关系，还有就是立场关系，以及在文章里面它的语气的自主客观来判定来筛选。OK， 好，来，这叫 boldface 题。
好，所以以上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最常见的几种题型。好 ，support、weaken、assumption、evaluate。好，支持、削弱，然后怎么样呢？讲出必要假设跟什么？讲出能够判断文章增加的结论增加的相关资讯，这4种，以及怎么样呢？比较少见的3种，好，叫做推出结论，或者什么样的解释矛盾，或者是什么去把其中1、2句话的关系找出来，在逻辑上的作用找出来，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说，今天这个逻辑题在什么样呢？好，在低难度、中难度、高难度的地方都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OK， 好，那么首先在低难度的地方的逻辑题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如同这篇文章一样，好，各位可以试着做做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像这种题目啊，好，做完之后你就发现这个题目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文章的内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困难 ，OK， 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它的文章内容大概来讲什么？大概来讲说，今天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就是要去加强怎么样的？好，加强所谓的就是通勤的这个铁路的路线 ，OK， 所以政府想要多什么样的多筹点钱，那政府筹钱的方式是透过什么？是透过加收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的收费。OK， 好，那接下来跟你讲说什么？跟你讲说，尽管今天我们要做这件事没有错，我们要去干嘛？我们要去加强这个铁路没有错，但是政府筹钱的方式应该没有用，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今天政府筹钱的方式是透过去跟那些没有要用所谓的大众运输系统的人去筹钱，这不符合公平正义。OK 好，是这样的概念。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是什么？我们要讨论是到底政府的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看到？我们要找的方向是什么？是没有用的。OK， 好，这一题的答案是 do， 为什么呢？因为 do 选项跟你讲说，其实上当政府想要涨价收钱的时候，这种时候怎么样呢？这种时候很多人都会改去什么？改去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换句话说，政府根本收不到钱。OK， 好，这种题目的特色，你会发现，你刚才读的时候，好，第一个特色，文章里面的内容非常亲近我们生活中的时事，所以你在读文章的时候不会很难理解，你就想象是台湾的政府，好，今天突然要对市民大道，好，台北的市民大道收费。好，那理由只是为了要拿钱盖捷运。那今天怎么样呢？他到底收不收得到钱？好，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像读选项讲的是什么，今天大部分台湾人因为贪小便宜的关系，所以怎么样呢？宁愿开平面道路，也不愿给政府收钱。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政府是收不到钱的。OK， 好，所以你看像这种文章，它的特色就是文章里面内容贴近我们的生活，且叙述简单。OK， 其实5个选项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有没有回应到文章的问题。所以这个你只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以及只要有能够抓到结论、抓到方向，你就可以马上知道、确定讨论的主题，并且能够马上找到正确答案。你看我选项的时候，几乎不会看到第2轮，你都可以知道谁是明显的无关，谁是明显的方向相反。OK 好，这叫简单的题目。而中等的题目，难度中等的题目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一题。你会发现这一题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它在文章里面或者是问题的叙述的地方，让你好像看不懂他想要问什么。OK， 好，他想讲什么？像这个地方，他在讲的是今天大部分的这个在某一个州里面，大部分的什么城市或大部分的乡镇都有所谓的禁烟的法案。OK， 那现在有一个请愿，好，你们看到像这个 petition 就是拿来阻碍你阅读的，就是有所谓的某些生难字。好，有一个请愿问你说，请问你愿不愿意要就是请愿联署什么？联署全州的禁烟。OK， 那他今天跟你讲说，这个全州的禁烟是什么？是在大部分的什么样的？大部分的这个 retail establishment， 就是所谓的就是零售店。好，以及怎么样的公开的政府机关都要禁烟。OK， 好，那今天你就发现文章里面开始出现一些生难字，好，把这个资讯复杂化，阻碍你的阅读，阻碍你的题意理解，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只要题意一不理解，就很难开始动用思考。好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就会慢慢难度就会往上升。然后再来就是你看他的问题的地方，他问你说，请问下列何者会让这个请愿的联署好的宣传会让人们会误导人们？你们看到这个 misleading，OK， 会误导人们是什么呢？认为这个请愿是这个新的 proposal 是原本计划的延伸。OK， 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今天读不懂一些生难字的时候，
读不懂这个题目要问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方向要怎么走了。OK， 好，像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这个题目的答案是 B， 为什么？因为文章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新的请愿它的这个新的法案是什么？是在零售店以及公共场合的政府机关都要禁烟。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呢？这个法就是原本这些地方 ，OK， 好，就是原本的大部分的城市跟大部分的乡镇，其实上他们有禁烟法案，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个计划推到其他地方，推到城市跟乡镇以外的这些乡村地方的话，好，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那边根本没有零售店。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公共机关，所以你这个法案等于推出去是名存实亡的。你要推到剩下的地方，可是剩下的地方根本没有你法案所要限制的范围，所以呢，有推跟没推一样。这时候人们会误解你要推到全国，可是其实上怎么样呢？你的效果根本没有推出去，所以这就是什么？跟人们原本预期不一样的误导。OK 好，来，那其他4个选项你会发现文章里面根本也没有出现相关的资讯，所以更别提误导了。OK 好，来，那这种题目的特色就是什么？在那中难度的题目会在文章或者是问题里面会加上一些生难字，让你比较难阅读。好，那第2种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会在选项里面，好，把这个选项的资讯复杂化，会把选项写得长、写得复杂，会让你今天无法动用思考。像这篇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的 A 选项，他说 Few if any of the RDAs were radio stations that began broadcasting in Verdun after 1994 broadcast to people with RDS-equipped radios living in areas not previously reached by RDS stations。请问你，当你按下暂停，再仔细看这句话，你觉得这句话你可以了解吗？有没有觉得读第1遍好像完全没有读到任何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又知道这句话里面其实是有意思的，所以这时候往往你要读2、3遍，还有可能会读错。OK， 好，来，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中难度题目的特色。OK， 设计的特色就是在文章里面把资讯复杂化，或者在选项里面怎么样呢？让这个句子结构复杂化。让今天好，就算今天是一个原本简单的逻辑错误，或者一个背后是一个简单逻辑，也会因为信息的复杂化而让这个题目难度升高。OK 好，这叫中难度题目的特色。好，接下来呢，高难度的题目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好，你会完全看完文章之后，如果你英语能力不强的话，你会完全无法组织意思。像各位可以按下暂停，看看这篇文章在说什么。好。你有发现这篇文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故事跟平常的生活中很遥远，对不对？生活中感觉很遥远。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高速公路要不要收钱，政府要不要加税，那个离我们生活中很接近，所以我们的思考可以马上类比到我们如果是人民的话，好，或者是如果我们是政府的话，我们的钱收不收得到，或愿不愿意缴出去？但是你看这个题目里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画家的眼睛出问题了。画家的眼睛怎么样？画家画出来的画人，就是人都会被拉长，像长颈鹿一样。好，那我们认为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画家的眼睛其实是有问题的。他的眼睛有怎么样呢？有一种病。好，那今天他看到了，他从他眼睛里面看出去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什么？就是比例都是扭曲的。你有没有发现，像这一题这种题目就是什么？就是文章里面已经不只是生难字了，还有就是故事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而且今天这个逻辑怎么样呢？是我们不熟悉的，所以这就是高难度题目的逻辑。这种题目就非常非常吃你的什么阅读能力了。OK 好，非常吃你的阅读能力，已经非常吃你的资讯统整能力。OK 好，然后再来你看，像比如说什么，除了今天高难度题目的第1种设计形式就是让信息非常复杂化。OK 好，甚至除了今天像这种好不熟悉的，它的第1种设计方式就是生难字嘛，还有就是什么，像这种我们不熟悉的故事，我们无法带入自己的角色去思考，对吧？好，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比如说今天文章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主角，比如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水草。OK 类似这种概念。好，像这种就是多层的逻辑推论关系。好，或者今天讲说身体里面有一种抗体可以抵抗 A 病毒，但是今天呢我们注射了某种药物之后，药物里面的某种化学物质可以怎么样呢？把抗体就是排除。好，所以他问你说今天怎样导致怎样，文章里面的逻辑关系或是多重的推论，这个时候就很考验你的逻辑组织能力了。OK 好，那么这个是第2种的设计模式。好，那这个第2种的就是
高难题的设计模式的特色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今天你看完5个选项之后，你可能只能删去其中一部分，而接下来可能剩下一部分，你会觉得好像都说得通。像比如说这篇文章跟你讲说怎么样呢？跟你讲说今天玉米的价格往上涨，而今天玉米怎么样呢？是拿来去养牲口的。那所以今天怎么样呢？我们预期说未来玉米的价格会把很多养牲口这些畜牧业赶走，而畜牧业少了之后，因为供给少了，所以市场上的价格会往上升。但是最后告诉你说，我们却发现市场的价格在短期内却是下降的。OK， 我们今天要去解释这个矛盾里面的这个意外事实，为什么价格有下降 ？OK，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有2个选项之间都好像有可能，像比如说 C 选项跟你讲说人们怎么样呢？人们改变饮食的习惯，吃肉变得吃比较少了，所以需求减少，价格会下降，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你看这时候怎么样呢？像 B 选项告诉你说，在短期之内，就是这些农夫怎么样呢？这些农夫赶快把就是手上的牲口赶快抛售到市场上 ，OK， 他们在离开市场之前，先来跳楼倒海卖一下 ，OK， 好，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市场上的需求，这个供给会上升，所以 B 选项跟 C 选项，一个讲的是需求下降，让解释价格减少。一个讲的是供给向上升，解释价格减少，都说得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比较这2个选项，这谁的逻辑跟文章里面最紧密、最强烈 ？OK， 好，这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像 C 选项这边用的是 some， 只有有些人，而 B 选项用的是 generally， 指的是什么？大部分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在逻辑上面 ，B 选项会更为完整。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困难题的设计模式就是什么？就是要么就是让文章里面的资讯深难化，文章里的主角复杂化，逻辑怎么样呢？逻辑的就是推论从原本的一因一果可能变成一个 A 推到 B，B 推到 C，C 再推到 Do。OK， 好，然后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今天在5个选项里面故意设计都说得通，只是今天要考你的是2个选项相对起来，谁的逻辑更直接、更紧密？这样子 ，OK， 好，来，那以上就是我们看到什么低、中、高难度3种题型的设计模式 ，OK， 就是它特别会让人们怎么样呢？会卡住。来，像低难度的题目就是什么？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对的。这种题目的特色就是文章内容不难，且5个选项也有很明显的对错。中难度的题目是什么？开始会出现部分生难字，以及某些选项的叙述会开始比较复杂化，这时候就会怎么样呢？吓跑一部分的考生。那种人就是在做题的时候，过去仅凭感觉，而今天对于信息复杂化的句子没有很好的提取资讯能力的人。OK， 好，那再来最难的题目就是什么？今天提取资讯非常非常困难，且提取完资讯之后，可能5个选项之间还会有都似是而非的选项。这时候我们要去看谁才要更严谨的逻辑，在考你的是严谨逻辑的推理能力。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的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初学者，我们作为新手，我们要学 CR 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就是基本的认知，有什么样的心法 ？OK， 好。来，心法主要有3个。第一个就是你要懂得去抓到文章的主题，跟确定巩固你今天在做选项的时候的态度。OK， 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要有能够把文章里面的逻辑抽象化、抽取出来重点的能力，以及去做什么？去做方向预期的能力。第3个能力就是什么？就是今天你能够把抽象化的东西再回来，去具象化自己熟悉的故事，或者把自己带入那个故事情境的能力。OK， 好，这3个能力我们来一一解释。好，首先第一个能力是什么？是你今天能不能去聚焦在文章的主题，跟你确定文章里面你所要探学的方向。这就是什么样的？今天在训练你自己。去听取别人的报告，或者是今天去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能够不要失焦，能够聚焦在什么讨论的重点上面。OK， 好，来，像这个重点要怎么抓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去关注这整篇文章的结论。OK， 好，这要抓到这个文章里面这个人主要想传达的这个结论之后，我们要去看这个人的结论到底是在推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他推出来而不是确定的。OK。或者是我们加上了 whether 去感觉一下这个人讲出这个论点讨论的重点是什么 OK 好，如果是因果类型的结论的话，
我们要去抓的是这个人因跟果里面哪一个是不确定的。OK， 好，那如果是方案类型的结论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重点不是方案能不能做，而是方案做下去之后目标能不能达成。OK， 好，那再来确定态度就是我们要站稳是哪一边。OK， 好，来，那么像我们举个例子，像你看这个题目里面，其实呢，像你看这个人讲了什么？这个文章里面讲了3句话，第一句话跟你讲说，好，第一句话跟你讲说这个在F 这个地方在 G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它的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的比较多，但是又不太会出事 ，OK？ 所以今天 G 这个地方的保险公司一定赚了不少的利润 ，OK？ 好，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就要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抓到文章里面这个人的最后的论点的结论是什么？是最后这个，所以他一定赚了不少 G 的地方的利润一定赚的比 F 还多 ，OK？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他在推测的上面在推测什么？一定赚了不少的利润，一定 G 比 F 赚了不少的利润，所以重点是到底有没有赚了更多的利润。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讨论的是 G 赚的利润有没有比 F 多，这叫文章的主题。OK， 好，而今天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我们确定主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排除掉那些没有回应到主题的选项。比如说像这个题目里面，如果你看这2个选项的话，第一个选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塞车程度。可是塞车程度跟保险公司的利润有关系吗？好，保险公司又不需要为塞车负责，对不对？所以呢，相对来说是主题无关。而你看这个选项说什么？说今天在 G 这个地方的修车钱会比较，我们要去知道它跟另外一个地方比，谁的修车钱比较高。那我问你哦，出事之后修车的费用跟保险公司的利润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就有回应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谁是跟主题有关，谁是跟主题无关的。OK 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你看，如果今天这个文章里面不是去推这个因果关系，比如说去推一个结果，好像这个地方推一个结果，或者是去推一个原因，好，而是什么？而是今天去讨论一个方案能不能达成目的的时候，文章里跟你讲说，为了达成一个目的，我们才行一个方案。好像这个地方他讲的是什么？好，因为我们今天要减少我们公司的什么健康保险支出，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来让每个人去什么，让所有的就是员工去健身。好，而且重点是要让那些什么样的身材走样的员工来参与，好，这样子让他们就是才不会有什么肥胖子的慢性病。OK， 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文章的主轴，它的结论的地方出现了什么样的采行一个手段来达成一个目的的方案类型的题型。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把重点聚焦在谁身上？重点聚焦在所谓的目的身上。各位要永远记住，当今天文章是讨论采行某个手段达成一个目的的时候，重点是在目的能不能达到，而不是手段该不该做。OK 好，这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好，这个地方我们2个选项讨论的是什么？一个选项讲的是今天能不能够会不会有额外的支出，另外一个选项是这个计划到底去针对的人到底今天是什么样的？好，就是身材走样的人跟什么身材正常的人谁比较多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文章里面，如果我们今天不锁定目的的话，我们不知道到底在玩什么东西，玩什么把戏。但如果我们锁定目的，我们文章在讨论的是到底这个的计划能不能够减少医疗支出，你就知道减少医疗支出跟哪一个选项提出的因素比较有关系，跟第一个选项，因为第一个选项在讨论的是什么 medical expenses， 今天会不会有额外的医疗支出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抓到文章的主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文章里面的资讯其实会有很多个，至少2到3句话嘛，对不对？这2到3句话里面，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是主题，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结论如果是因果，我们要找出那个表推测不确定在推测的地方，不管是推原因或者是推未来的结果。OK， 那如果今天文章是方案配上目的的话，我们的重点要放在目的能不能被达到，而不是方案做不做得下去。你只要抓到主题之后，这时候你看5个选项在找第一轮的时候，只要发现这个选项提到的因素没有办法让你回应到主题，我们就知道它是所谓的无关，就可以直接删去了。这就是在干嘛？测试那些在MBA 好，未来进 MBA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开会讨论的时候，会把这个会议拖得很长，会提出很多无关资讯来发散讨论的人，他其实也是在干嘛？去测试那些懂得去帮别人抓重点、去聚焦讨论方向的人。OK， 好，再来。
我们来看什么？我们来看第二，好，就是除了抓到主题之外，我们还要去看我们今天确定我们的方向。像比如说，你看这篇文章里面，我们刚刚看过了嘛，对不对？文章在里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所谓的就是政府要好加汽油税，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呢，来让人们不要开车，降低塞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方向。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地方。题目的地方说，今天下列何者可以支持政府可以达到它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方向就是要让人们少开车，且塞车要减少。OK， 好。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5个选项里面，好，这个第2个选项跟第3个选项，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好。第2个选项可以减少空气污染，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今天文章能够把主题确定的话，你就永远不会选到第2个选项，因为你知道主题只要是什么，这个方案里面的目的叫什么？叫做减少塞车。那么减少空气污染绝对不会跟减少塞车产生关联。而今天你看到第3个选项是什么？他说好，人们怎么样呢？人们可以负担得起这个高油价。OK， 好。所以这个方向变成什么？人们根本不会去 care 这个高油价，他还是会开车。所以这个方向反而是说你的目标达不成的，而不符合我们题干所要求的态度。好，大部分的逻辑题的无关选项都是这2种 ，OK， 就是什么？就是主题无关，或者是方向态度相反。所以今天你只要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看文章的时候能够确定文章里面真正聚焦的主题是讨论什么东西，或者是而且就是你的方向要站在支持还反对、变多还变少、证明或者是驳斥，你其实就可以排除大部分的选项。OK， 好，那么再来呢，你要的第2个能力，好，各位来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要有第2个能力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把资讯好，同时要具有资讯的，就是抽象化跟预测考点的能力。什么意思？像刚刚我们看过这篇文章，它在说什么？某一间公司它今天好要去清除亚马逊的森林，去做什么？去做放牧。那后面说，尽管今天做采香蕉可以赚更多的利润，但是他们还是仍然要去放牧。那这个时候，好，逻辑思考如果要顺畅的话，就是我们要尽量在读文章的时候就能够把文章的这个主题，这个那个就是主要逻辑 summarize 起来，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题目你如果把它变抽象的话，就会变什么？有2个方法，你为什么今天偏要做那个不赚钱的方法 ？OK， 好，来。所以就是什么 ？What would force me to choose the worst plan rather than a better plan？ 明明就有一个好的方法，你为什么要选择做那个烂的方法？这时候你就要知道，如果你是这间公司的话，你一定是有什么？一定是有难言之隐。比如说我今天怎么样呢？我一定不得已只能采取旧的方法，或者是新方法有你没看到的缺点，所以呢，我才不采取新的方法。所以你就发现，当今天我们把这个故事里面的逻辑抽象化、简单化之后，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找到方向，而找到方向就可以让我们在看选项的时候更快辨认出正确选项。OK， 好，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的抽象化以及预测方向。OK， 好，然后再来呢，第3个能力，好。这个能力是需要大家持续练习，就是什么？就是今天类比出相似故事的能力，并且把自身带进故事内容的能力。OK， 好，像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文章里面讲什么？文章里面讲说，今天这些创业成功的人，只有一半会怎么样呢？只有一半会制定完整的计划。OK， 好，那他后面说什么？后面说今天好。没有制定完整计划的人，反而回收资金还更快。OK， 好，所以最后告诉我们说，其实制定计划没什么鸟用。OK， 好，来这个文章对不对？你看哦，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想成什么？今天什么样呢？好，那些没有读 MBA 的学生，他们其实上什么？他们过得比有读 MBA 的学生还要好，所以 MBA 根本没有办法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富裕。OK 哦，好。你看哦，如果我们是把文章里面的故事把它抽象化之后，再把它换回具体，换成我们生活中相似的形式，我们看到那些不努力的人都过得好，所以努力没有用，这样类似的概念。OK 哦，好，我们看到不读 MBA 的学生，他们其实生活都过得比有读 MBA 还惬意，所以读 MBA 没什么用。OK， 好，这样的概念，像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制定计划，好，没有制定计划的人，他们都比较成功，所以制定计划一定没有用。OK。那今天你看哦，我们要怎么想？
有没有可能其实有别的原因会导致他们成功，对吧？比如说今天那些不读 MBA 活得好的人，其实搞不好怎么样呢？他们家里都很有钱，所以呢，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钱，才会让什么？才会让他们过得好，所以不代表说 MBA 没有用。像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答案，有没有发现？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答案写什么？写说其实怎么样呢？其实这些没有做计划的人 ，OK， 好，没有做计划的人，他们都是从别人的金主上拿到钱，所以其实怎么样呢？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计划才成功，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值得信赖的金主，所以金主现在他给他钱，他做不做计划都没有差。就像是你家有钱的话，你读不读 MBA 都没有差，这样子概念 ，OK， 好，所以。今天，当我们能够把文章画成我们生活中相似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思考会更加灵活。那其实呢，除了画成相似的故事之外，你还可以尝试把自己带入文章里的主角。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有讲到一个题目吗？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有讲到说，今天好像前面有讲到一个题目叫什么？叫做今天政府 ，OK，不是这个，好，前面有讲到说那个。这个地方说今天到底人们会不会好因为油价高而不开车，对不对？好，会不会因为油价高而不开车？这样子，你可以想，如果我是人们，如果我是这些人的话，我怎么样情况会不开车 ？OK， 我怎么样情况不开车？就是什么？你给我交通工具用，我就有可能会不开车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政府拿了钱之后愿意为我家盖捷运，那我当然就不开车。有没有发现，今天当我们能够把故事类比贴近生活，而把我们自己带进文章里的主角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更快的套用我们的逻辑。所以简单来说，做逻辑题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只是傻傻的做，你要记住，逻辑题的重点在于锻炼各位思考的过程。OK， 好，所以呢，思考的第一个步骤，抓住主题，抓住你的立场。OK， 再来就是什么？抓住主题立场之后，把文章里的资讯的关系抽象化，并且预期可能的方向，以及把故事换成我们类比成我们生活中相近的故事，并且怎么样呢？好，并且把自己尽可能的带入文章里的主角。OK， 这种时候可以让你的逻辑思维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OK， 好，那。当然，这边还是要最后提醒大家，就是说 CR 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吃重的是你的英文的阅读理解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中高难度的题目里面，其实你连文章的题意都有可能会有障碍了。OK， 好，所以各位请记得哦，做阅读之前，你其实要做什么？学术英语阅读能力的锻炼。如果你接下来发现你做 CR 很多时候是无法完全读懂文章的意思的时候，这种时候其实你要去做阅读能力的训练。好，那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在 Dawson 这个部落格里面，其实上怎么样呢？在这个传送门里面，好 CR 的部分Dawson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好，就是包括 CR 的这些基础，包括如何找结论，如何去预测思路，以及初步的基本选项如何筛选，还有混淆选项，以及你要怎么去做练习。好，当然大家在做了一部分练习之后，可以开始去看进阶跟知识点的地方。OK， 好，然后再来就是平时 CR 其实靠的是阅读理解能力的训练，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好，就像刚刚Dustin讲的，今天你如果发现自己是无法提取题意的话，你必须要做阅读基础能力的训练。而今天如果你发现你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的话，好，就是后面看完文章你理解意思但是没有感觉的话，好，这时候请你做阅读能力的训练。OK， 好，所以希望大家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能够对 CRT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来，那看完之后，请记得赶快开始去做 OG 了，好不好 ？OK，不要只是听。好，到时你带完之后，你一定要马上去做。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要怎么调整，好吗？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喽，拜拜。